还发什么呆？我们继续。楚风说道。虽然黑夜还未退去，可是楚风却已自信能让所有人安全通行。见状，白云清三人则是御空而起，随楚风向着岩洞世界的深处行去。楚风，你怎么知道这里与之前的关卡一样？我们只要跟你进来，不必出手，便也能获得好处。林珊儿好奇地问道。那石壁上已经给予了足够的提示，若是按照你姐姐所说，你们从右边的结界门进去，只要我能破开此关，那你们的确也可以通关，但所得到的收获却会比这里少一些。而咱们所走的这道门虽的确较为凶险，可只要不踏出那一步，你们也是相对安全，所以此地的凶险其实是可以避免的。至于此地是一个怎样的关卡，石壁上同样给予了提示。楚风说道。那么短的时间内你就看穿了石壁的所有内容？林珊儿意外，那石壁的内容他刚刚也有扫视一眼，发现很难悟透，至少短时间内无法悟透，所以便没有继续去看。因此她们姐妹所了解到的石壁内容都是根据其母亲所讲述，但楚风所说却与其母亲所说有些出入。可偏偏从目前来看，一切都是按照楚风所说呈现。显然楚风所悟比他们的母亲要透彻，可楚风明明只用了那么短的时间，这让他意识到不仅他母亲不如楚风，就连他也远不如楚风。现在知道我大哥的厉害了吧？你那姐姐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不趁此机会抱住我楚风大哥的大腿，反而想利用我楚风大哥占点小便宜。有他后悔的时候。白云清夸赞楚风的同时，也在为刚刚林默的举动而愤怒，而林珊儿表情也是微微变化。楚风，你别怪我姐，她其实人不坏，她只是太爱我了，所以为了我的利益，有时候会做一些极端的事。你若要怪，便怪我吧。林珊儿对楚风道。她是真的不希望楚风与他姐姐成为敌人。你姐是你姐，你是你，我分得清，但你姐的事你也不用太放在心上，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不会与其为敌。不过你姐若因此事怀恨在心而继续找我麻烦的话，那我也会奉陪到底。楚风说道。你放心，我姐姐绝对不会再找你麻烦，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林珊儿道。若是这样，那便最好。楚风笑了笑，他不是不相信林珊儿，而是不相信林默。他并不觉得林默是林珊儿可以控制住的。不过楚风自我感觉来看，林默但凡有些脑子，也不会继续找自己麻烦，但偏偏有些天才，虽然天赋很好，可偏偏就是没脑子。楚风看得出来，林珊儿姐妹感情深厚，楚风对林珊儿的印象也不错。若是可以，他也不想与林默有不愉快，但倘若林默若真是那种觉得自己身后有庞然大物撑腰，便不愿忍气吞声，非要仗势欺人的那种人的话，那楚风也绝对不会惯着他。虽然这是一个岩洞世界，面积可谓大到一眼放去无边无际，可楚风等人适合境界，他们速度极快，短暂交谈之后，便来到了这岩洞世界的尽头之处。而在尽头处，一道巨大且壮观的结界门便横在那里。接下来便是最后一关了吗？楚风对林珊儿问。是，那是最后一关，也是这古殿的最后一层。我听闻这一关乃是一种挑战，没有生命危险。林珊儿道。那就让我们一起见识一下吧。随后楚风四人一同飞向了那座结界门。可刚刚踏入结界门，楚风便感觉周围一阵变化，他进入了一座大殿，只是这座大殿四周雾气蒙蒙，除了雾气以及脚下的电砖，他什么都看不到。而白云清、林珊儿以及姚洛三人刚刚明明就在其身旁，但此时就像是消失了一般。幻象阵，凭借敏锐的观察力与经验，楚风第一时间便断定此时的他进入了幻象阵，眼前所见并非真实，而是阵法所化。身在这座幻象阵之内，楚风视线也受到了极大限制，雾气所覆盖之地，楚风什么都看不到。踏踏踏，忽然阵阵清脆的脚步声响起，楚风也是严阵以待，而顺着脚步声传来的方向凝视，雾气之中果然有一道身影浮现，那是一名少女。可是看到这名少女那一刻，楚风整个人都愣住了。虽是少女，可是那模样分明就是自己的母亲吗？可能是因年龄差异，比之画中所见那位气质超然，宛如仿佛超脱尘世的母亲，此时少女时期的母亲更显灵动，那双眼眸对未来充斥着无限渴望，而那自信的脸庞也让人意识到她的未来仿佛充斥着无尽可能。楚风，这是你母亲少女之时，这幻象阵是搞哪样啊？女王大人有些担心，不知这幻象阵到底有何意图。可楚风知道其母亲其实是楚风弱点之一，可就在女王大人担心之际，楚风的母亲却是忽然在距离楚风一定距离后停了下来，且面带微笑，对着楚风施以一礼。吾乃七界圣府界冉青，很高兴你能来到这里与我一战，若能胜我，你可过此关；若不能胜我，你可以就要打道回府了。先说明我很强，你可要有准备，若准备好了，便踏出一步，我们的对决将立刻开始。此话说完，楚风母亲没有立刻出手，而是对楚风问道：准备好了吗？不是单纯的幻象阵，我母亲的力量被记录在了阵法之中，这应该是我母亲留下的话。楚风一眼就看出，眼前的母亲虽是幻象，但却也真实存在过，是根据其母亲衍生而出，甚至这番话可能是他母亲亲自留在阵法之中的。若真是如此，此时这少女的实力便真的代表其母亲年少之时的实力，而并非阵法虚构。你知道我是谁吗？楚风问。准备好了吗？其母再度开口，没有回答楚风的话，而是与刚刚一模一样，这更加验证了楚风的猜测，这并非纯粹的幻象，否则不可能无法对话，一切都是提前便设定好的。母亲大人，那便让我领教一下你的实力。楚风说话间便向前踏出一步，这一步踏出，楚风能够感觉到一股力量进入自己体内，那是赋予，也是一种限制，将楚风的结界之术固定在了白龙神袍的境界，同时修武力量也被封锁，此时只能使用结界之力。既然准备好了，那我可要出手了。此时楚风母亲微微一笑，随后只见双手舞动间，磅礴的结界之力如海啸一般向自己压迫而来，那不是简单的结界之力，而是结界阵法。但值得一提的是，其母亲的结界之力与自己一样，也都是白龙神袍。
楚风不敢怠慢，赶忙出手应战，同样布置阵法，两阵相对，立刻退散。楚风未能讨到半点便宜，刚刚涌入体内的力量不仅将其战力束缚在白龙神袍，其战力也是固定的。此时楚风与其母亲的战力是相同的，这种情况下，他们能比的乃是结界之力的阵法强弱，以及对结界之术的运用技巧。先前的攻击虽然不弱，但只是楚风母亲的试探。很快，楚风母亲再度出手，无数道莲花浮现，绚丽无比，正在凝聚，可在那美丽的背后，却暗藏无限杀机。此乃极为强大的攻杀阵法，远非刚刚的阵法可比。楚风赶忙布置防御阵法，以作应对。果然，那莲花凝聚而成，便立刻四分五裂，向楚风袭来。每一道花瓣都蕴藏杀伤之力，但并非从正面席卷，而是自四面八方呈包围之势。那莲花不仅威力惊人，攻势更是灵活多变，这是非常厉害的阵法。哪怕结界战力相同，可这阵法本身的威力却在楚风所掌握的阵法之上。楚风母亲毕竟是7届圣府的天才，她所掌握的阵法的确非现在的楚风可比。但楚风虽然掌握的阵法不如其母亲的强大，但其凝聚阵法的手段与技巧可是得到了秦九大人的真传。凭借这种手段，哪怕较弱的阵法也可以发挥出惊人的威力。可哪怕如此，楚风所布阵法若正常对抗，还是难以阻挡其母亲攻势。于是楚风使防御阵法形态变化，不再是将自己全方位护在中心的球形防御阵，而是化作了一块较小的盾牌阵法。球形阵法无法正常挡住四面八方的攻势，可缩小后的盾牌阵法浓缩了防御力量，便可以抵挡。只是这盾牌阵法防御面积太小，楚风自己移动的同时还要不停地移动盾牌阵法，并且是快速的移动，以此来弥补防守面积不足的短板。这对结界之力的掌控是极难的，不过对于楚风而言倒是不难。虽说掌握阵法弱于其母亲，可楚风的阵法掌控力却在其母亲之上。这场对决综合来看，还是楚风占优，但优势不大。楚风怎么样？羽王大人担心地询问起来。他能看得出来，虽然作战技巧不如楚风，可楚风母亲天赋太强，诸多强大的阵法其母亲可以很轻松地布置而出，这是天才中的天才。几乎可以确定一点，楚风母亲比楚风遇到的任何天才都要强大得多。哪怕是楚风想胜其母亲也并不容易，毕竟是我的母亲大人，强大也是意料之中。不过这古殿必然蕴藏着不小的机缘，今日我必须胜，看来只能用些手段了。决定之后，楚风便很快陷入了劣势，几乎丧失了反击的能力，要么不停的闪躲，要么勉强阻挡。从表面来看，楚风已是落入绝对劣势，本应该很快不知，可偏偏楚风却总是能够规避所有攻势。眼见着诸多强大阵法相继祭出，却无法击败楚风，甚至都无法伤到楚风。楚风母亲也是有些急了，她下意识的便觉得可能是自己与楚风保持的安全距离太远，所以才会给予了楚风反应的机会。于是不再是站在原地，而是向楚风拉近距离。可就在其母亲靠近之后，楚风的闪避方向也开始向其母亲的方向靠近。此时的楚风母亲虽是阵法所化，可也是根据其母亲当年的实力所化，所以仍是具备了其母亲的战斗意识的。很快其母亲便发现了楚风的意图，发现楚风是故意拉近与他的距离，于是打算向后退去，准备再度拉开安全距离。但就在其刚打算之时，楚风身上却释放出结界之力，覆盖全身，乃是身形阵法，并且是极为强大的身形阵法。不仅是周身被身形阵法覆盖，楚风的手中也出现了一把结界长剑，是攻杀阵法，极为强大的攻杀阵法。楚风之所以会表现出劣势姿态，就是因为其在体内暗中布置了这2道阵法，一心不可二用。哪怕楚风在体内同时布置2道强大阵法的同时，又要应付其母亲的攻势，自然就会显得吃力。可现在其计划已成，便也到了反击的时刻。如此距离之下，身形阵法可以完美发挥。只见楚风化作一道流光，直接追上了其母亲。哪怕其母亲也来不及再布置防御阵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楚风靠近，最终将手中的结界长剑放在自己的肩膀上。这一刻，其母亲似乎也意识到他败了，所以没有再进行反击，而是站在原地不动了。母亲大人，得罪了，这一关我必须要过，所以我也必须要击败。楚风虽然明知道这是阵法所化，可在楚风心里，若非逼不得已，他也不想如此。只是楚风意外的是，他此话说完，其母亲竟然忽然转头看向了他，且眯起了双眼，这让楚风心中一颤。难道这阵法所化的母亲能够听懂他的话？可就在楚风有此猜想之际，其母亲也是开口，竟然可以胜过我，那你日后的成就必定不凡。不知是否我们已然认识？若已然认识，快来找我领赏；若不认识，也想尽快你见面。听到这番话，楚风知道他想多了，这是他母亲当年留下的话，这明显就是对7届圣府的人说的。想必其母亲也不会料到有朝一日会有非7届圣府之人来到此地吧，自然更不会料到会是自己的儿子来到此地。毕竟这个时候的楚风母亲还是如此的年轻。此话说完之后，其母亲所化的阵法便开始化作结界之力，向四周飘散。眼见着自己母亲飘散，可楚风心中并未有任何酸楚，反而是变强的信念更强。毕竟只有更强，才能解救其母亲，才能尽快与真正的母亲相见。尽管此战楚风获胜，可楚风还是感慨其母亲的强大，因为无论怎么看，其母亲留下这阵法的时候，都是要比他年轻的多的。但看来我还是太弱了。我母亲如此年纪之时，便已是白龙神袍，而我现在才刚刚白龙而已。楚风叹道：笨蛋，你母亲是从小便享受整个浩瀚修武界最好资源的天才，而你呢？你可是从九州大陆那穷乡僻壤的走出来的，并且那些资源都是靠自己争取。别忘了，
当初一棵那么低等的仙灵草，你想拿到都那么费劲，你能在这个年纪有现在的修为，已经堪称奇迹了。女王大人这番话是发自肺腑的，她可是一路跟随楚风走过来的，她最清楚楚风一路走来有多不容易。哈哈，女王大人这么夸我，我可是会骄傲的。见女王大人给她如此高的评价，楚风也是得意起来。骄傲吧，本女王允许了。女王大人道。此时周围的雾气也是开始消散，但雾气消散之际，竟会形成些许图案，虽然很隐秘，但还是被楚风发现，且楚风能看出那乃是结界符咒。见此情形，楚风也是不敢怠慢，而是认真观察起来。为了不错过任何细节，不仅动用了天眼，更是将强大的结界之力汇集于天眼之上。因为一切变化太快，稍有差池便会错过，哪怕错过一点，也将功亏一篑。终于雾气彻底消散，而楚风则是赶忙释放出结界之力，开始布置阵法。其所布阵法正是按照刚刚雾气中的结界符咒所来。很快阵法布成，一座阵法图浮现在了楚风面前。成了，我全部记下来了。看着眼前的阵法图，楚风欣喜若狂。而就在此时，大殿四周无数光点飞掠而出，向楚风的容器飞掠而来。很快楚风的容器光芒大盛，将这大殿都照得灯火通明。明明之前楚风容器内积攒的光点已是光芒强盛，可此时的光芒却是之前的数倍不止。这就是你布置这阵法图的奖励。女王大人惊叹，哪怕是他也能感觉到此次收获颇丰。不，这是我刚刚击败母亲所画阵法的奖励。楚风说道。那你从雾气中领悟来的阵法图又有何用？女王大人问。这阵法图另藏玄机。楚风说道。什么玄机？女王大人问。这是隐藏阵法，但也许我有机会解开这古殿真正的秘密了。楚风说道。古殿真正的秘密，那难解吗？女王大人也是激动不已，只是激动的同时却也是有些担心。她觉得那真正的秘密必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她害怕会有危险。目前来看倒也不难，只是比较复杂，我一个人不行，要与古殿内的所有人见面了。楚风说道。所有人见面？女王大人问。对，接下来的关卡要所有人一起来破。楚风道。难道说你们要重新进入古殿？女王大人问。不用，只要我开启这阵法图，所有人都将进入全新的关卡，我们自然也将会面。楚风说道。那倒是不错。女王大人叹道。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提升自己，不然可能会丧失掌控权。楚风说话间便盘膝而坐，随后那容器内的光点便开始飞掠而出，融入楚风体内。见此情形，女王大人也是不再说话，她能感受到楚风此时的修炼非同小可。终于那容器恢复成了最初状态，因为容器内的所有光点都已经进入了楚风体内，且被楚风彻底炼化。楚风怎么样？可有增进？直至此时，女王大人才敢开口询问。楚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微微一笑，随后掌心摊开，一缕结界之力飞掠而出。哇！看到那缕结界之力，女王大人直接尖叫出来，那分明便是蓝龙神袍的结界之力。楚风，你已经是蓝龙神袍？女王大人都有些难以置信，毕竟楚风突破需要那么磅礴的修炼资源，可现在竟连续突破2重，跨越灰龙神袍，直接从白龙神袍踏入了蓝龙神袍，那足以见得楚风刚刚所积攒的修炼资源是多么的磅礴。我也没想到能一举踏入蓝龙神袍，真是不虚此行。楚风道。那你之前的战力可还在否？女王大人问。在的，只论结界战力，我现在可堪比紫龙神袍与4品半神，而若是单纯破阵，我阵法之力可堪比金龙神袍。楚风说道。棒，太棒了！得知修为增进后，那逆天战力依旧保持，女王大人更加高兴。现在就让7界圣府的这些小辈见识一下我们的本事。楚风说话间看向那道阵法图，真正的表演现在开始。楚风释放出结界之力，融入阵法图之中，他是在开启这阵法图，而随着他的开启，这阵法图也是开始变化。很快整座大殿剧烈颤动，但楚风不知道的是，这种颤动其实覆盖了整座古殿。此时此刻，古殿内的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这种颤动，而很快楚风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些许艰难之色。开启这阵法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若非楚风，恐怕常人难以开启。阵起，而伴随楚风的一声轻喝，那阵法图便光芒四射，强大的阵法之力覆盖了楚风，也覆盖了整个古殿。楚风被传送到了一片古老的丛林之中，虽非远古时期，但显然这片丛林的存在已有无数个岁月。这与刚刚的古殿不同，这是一个空间世界，很大，至少楚风目前来看是根本感受不到边际的。很快3道身影浮现在了楚风身后，正是白云清、林珊儿、姚洛3人。楚风，我们这是在哪？见到楚风，林珊儿3人立刻跑到了楚风近前，可楚风还没有回答，便立刻又有一道身影浮现，乃是林墨儿。林墨儿看到楚风4人，虽有意外，但更多的是安心。他之前最担心的便是林珊儿的安危，看到林珊儿安然无恙，自然也就放心了。可紧接着，越来越多的身影出现在了不远处，包括介州、介宇以及从其他入口进入此地的众人。最终几乎所有踏入古殿的人都出现在了这里。介州少爷，这是何的啊？此时众人议论纷纷，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而搞得有些不知所措，于是很多人都向介州进行询问。很显然，被誉为预言之子的介州乃是他们的主心骨，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现在介州与他们一样，也是一脸懵逼，但他却没有表现出来，反而是故作镇定的道：容我观察一番。楚风，咋回事？林珊儿则对楚风小声问道。相比于其他人，他则是觉得楚风是最有可能知晓此地缘由的人，毕竟楚风也是第一个出现在这里的人。楚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对他们问道：你们刚刚进入幻境了吗？他是想确定是只有他自己见到了少女时期的母亲，还是所有人都见到了，进入了。
在幻境内还看到了芥染青大人，不过是他少女时期，好像击败他就可以通过最后一关了。但结界修为被束缚在了白龙神袍，战力也被束缚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击败芥染青大人？所以我就失败了，后面就来到这里了。灵山道：小姐，我也是。姚洛说道：那我也是。白云清也是道：所以我们是失败了，就来到了这里吗？可是失败了，不是应该结束了吗？灵山不解。就在此时，大地颤动，远处的树木开始成片翻滚，原来是一个巨大的石碑自大地之内升起。石碑之巨，哪怕那100米高的树木也只能如青草一般在其脚下，而石碑上写着一行字：恭喜诸位来到隐藏之地，此地蕴藏着解密之法，但你们之中只有1人可以真正通关，也便只有1人可以拿到这个方法。但未能通关者也不必气馁，能开启此地且通关此地之人，必是人中龙凤，能亲眼见证此人通关，也将是你们此生之荣幸。隐藏之地，解密之法。看到这行字，众人顿时变得兴奋无比，可下一刻却忍不住思考，为何好端端的他们会来到这隐藏之地呢？楚风，难道是你击败了芥染青大人？此时灵山儿看向楚风，但他也害怕引起不必要麻烦，所以也是小声说的。只有白云清、林墨儿、姚洛以及楚风能够听得到，而实际上白云清以及姚洛也是有了这种猜测，他们都面对过少女时期的芥染青，虽是阵法所化，但的确强大的可怕，所以最初猜测乃是楚风与他们一样都失败了，不是看不起楚风，而是芥染青太强了。可转念一想，这隐藏之地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但若击败芥染青，一切便都变得合理。我的确击败了芥染青大人，但是开启此地与击败芥染青大人无关。楚风没有隐瞒，而是将事情经过告知了他们。听闻此话，白云清、灵山以及姚洛都是激动不已，尽管早就知道楚风强，但却没想到可以走到这一步。但林墨儿可就表情复杂了，因为灵山与姚洛已经暗中传音告知了他事情的真相。楚风拉着他们进入左边结界门，乃是真的给予了他们好处，而并非要坑害他们。这从灵山他们的容器便能看得出来，灵山他们的确得到了好处。最关键的是，楚风现在竟然又打开了这隐藏之地，这可是历代以来7届圣府之人都无法做到的事，甚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古殿内还有隐藏之地这种存在。这让他意识到，他的确是小看了楚风，的确是目光短浅了。楚风公子，之前是我不好，还请楚风公子莫怪。于是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自然便是林墨，他是发自肺腑的道歉，想要与楚风和解。过去的事不用再说，但我希望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楚风回以一笑，正常来说，楚风是不会容忍坑害他之人，但是林墨是为了灵山，而楚风已将灵山视为朋友，所以从灵山的角度看，楚风也不会追究，不然只会让灵山为难。何况林墨之前还给了楚风提醒，说明他还没坏到骨子里。但毋庸置疑的是，就算楚风没有追究他，但他这辈子却也都失去了像灵山这种可以与楚风成为真正朋友的机会。此时所有人都在窃窃私语，现场可谓乱作一团，大家都在议论这隐藏之地出现的原因。可突然一声高呼响起，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乃是界州。我想起来了，之前我发现了一座隐藏谜题阵，于是于心中进行破解，破解之后古殿便开始颤动，紧接着便来到了这里。难道说那隐藏谜题便是开启此地的钥匙？界州对众人说道。听闻此话，白云清目瞪口呆，我擦，这货怎么这么不要脸？我就说嘛，我们怎么会无缘无故来到这里？我早就猜到是界州少爷所为，果然是界州少爷啊！此时无数夸赞之音响起，莫说界氏之人，就连灵氏的众人也都在夸赞，他们都认为此事乃是界州所为。喂，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什么功劳你都想抢？可就在此时，一道讽刺的声音却随之响起，乃是白云清，他实在不愿意看到本属于楚风的功劳就这样白白的被这个界州所抢走，找死！然而白云清此话刚出，便有一位界氏的蓝袍界灵师立刻出手，一掌轰出，磅礴的结界之力化作攻杀阵法，就向白云清拍了过来。他出手的那一刻，楚风双眼微眯，眼中杀意也是浮现而出。那阵法不仅强，更是蕴藏杀意。只因白云清的一句话，他竟直接下了杀手。7届圣府的霸道于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他对其他人霸道楚风不管，可对自己朋友霸道楚风自然不会不管。不过他那攻击还未靠近，便被一道防御结界挡下，乃是林墨出手了。对我客人出手，你好大的胆子！林墨不仅拦下了攻势，更是恶狠狠地看向那出手之人，他满面怒容，哪怕是同族兄弟，他却也丝毫不客气。先前还与楚风为敌的他，此时毫不犹豫的选择站在了白云清这一边。墨儿小姐，他刚刚侮辱界州少爷，你难道没听到吗？那名出手的男子见林墨儿生气，倒也有些慌了。他出手是为了拍界州马屁，可是林墨儿他也同样不愿得罪。侮辱？我并没有听出侮辱之意，他不过是质疑罢了。林墨儿说道。就算是质疑，他也应该注意他的说辞。况且界州少爷是何人，需要他这种外人来质疑吗？那名男子说道。对，他根本没有资格，他不配。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开始发声，几乎界氏的人出了界语都开始发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刚刚还夸赞界州，明显认为是界州开启此地的灵氏之人，在林墨开口后却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全部选择了沉默。忽然一声轻蔑的笑声响起，是灵山儿，他看向界州，讽刺的道：界州，你今日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了。山儿妹妹，不知此话怎讲？界州问。白云清说的没错啊，你可真是什么功劳都敢抢。灵山儿道。山儿妹妹也觉得此地不是我开启？界州问。当然不是，因为是楚风开启。灵山儿道。界州不由一笑，旋即看向楚风兄弟，此地是你开启。别看他的脸上是挂着和善笑意，可他的目光之中
却是饱含威胁。本来楚风并不在乎这个功劳是否被抢，可楚风不喜欢被人威胁。面对着威胁的目光，楚风直接道：“是，怎么了？”听闻此话，介州目光变化，他知道他的威胁楚风感受得到，可没想到他都已经威胁，可楚风还敢承认此事，于是道：“你如何证明？我自有方法证明，但我不想向你证明，因为我根本不在意你们是否相信。”楚风道：“楚风兄弟还真是幽默。”介州虽然没有直接嘲讽，可他的笑容却十分讽刺。我可以证明，因为楚风击败了介冉青大人留下的阵法，走到了古殿最后一层。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了连介冉青大人都未能发现的隐藏阵法图。正是因为他开启了阵法图，才将我们所有人带到了此地。灵山儿道。灵山儿此话一出，在场众人也是议论纷纷。灵山儿是不爱说谎之人，他既然开口，也是具备一定威信的。况且他说的似乎相比于介州更符合常理。但他们唯一质疑的是，这楚风真的能够做到连介冉青都做不到的事？介冉青于他们心中，那也都是宛如神话一般的存在。而介州似乎就摸清了众人这个心理，于是他先是摇了摇头，旋即才看向灵山儿。山儿妹妹，我知道这位楚风兄弟是你朋友，你想维护他，我能理解，但你也不用为了维护你朋友便开始撒谎吧。介州道：“我没有撒谎。”灵山儿道：“没有撒谎，所以你是真的觉得这位楚风兄弟他的能力还要在介冉青大人之上，他能做到介冉青大人都做不到的事？我并无其他意思。但山儿妹妹，你这番话容易让人误会，容易让人误会成你觉得我们7届圣府的所有人，包括诸多先辈，都不如一个外人。此事我们听到倒也罢了，可若是传入长辈们耳中，我怕你会惹下祸端啊。”介州道：“介州，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搬弄是非，我只是实话实说，可并没有说我7届圣府之人不如外人。”灵山儿赶忙解释：“山儿妹妹，自己说的话不敢承认吗？我们又不傻，难道我们听不懂你的意思？”介州问道。听闻此话，灵山儿还想反驳，可楚风却是伸出手拦在灵山儿身旁，示意其不必再多言。楚风本不想争夺这个功劳，但楚风可不愿自己朋友被欺负，于是他看向介州：“介州，不用阴阳怪气，介灵师都是靠本事说话，能开此地者，自能破此地。你我说在说谎，待有人破开此地之时，那说谎之人是谁，自然不攻自破。”楚风说道。而楚风此话一出，众人倒也觉得很有道理，但却也有不少讥讽的笑声响起。这家伙还挺自信，他该不会真的觉得他能胜过介州少爷吧？他难道不知道介州少爷乃是预言之子，此地只有介州少爷可破吗？真是无知者无畏啊！面对众人讽刺的笑声，白云轻气的咬牙切齿，可楚风却是无所谓，而是看向介州：“你觉得呢？”“当然可以。”介州倒也应下，对于这件事，他也是有着绝对的自信，因为他也认为他就是预言之子，是天选之人，因此他也觉得楚风想与他争夺这个名头，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忽然之间，那具大石碑开始沉入地底，同时后方与左右方向出现了蓝色的火焰，那火焰具有毁灭之力，虽此时距离他们较远，但正在快速向他们方向靠近。若要躲避这火焰，只有一个方向可走，那便是前方。很显然，这火焰是在逼迫他们前行。开始了。见此形势，众人兴奋的同时，却也变得紧张起来。他们之前进入古殿，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安然离开，可现在的景象似乎蕴藏生命危险。诸位兄弟姐妹，跟紧我！忽然一道声音响起，乃是介州。他此话说完，便立刻向前行去，而紧接着也有大量的人跟了上去。介宇看了一眼楚风，似是想说什么，但却没说，而是也转身跟上了介州。身为介世之人，他显然不敢得罪介州，见所有介世之人跟上，介州更是释放出结界之力，形成一道防御阵法，将所有跟着他的人护在了当中。墨儿小姐，诗儿小姐。此时灵氏众人也是来到了林墨儿与灵山近前，不管他们是否相信楚风，是否理解林墨儿与灵山为楚风辩护，但他们还是选择跟随林墨儿与灵山，这倒是让楚风看到了灵氏之人团结的一面。哪怕此时他们更相信介州，觉得介州更容易成功，可还是选择与林墨儿他们站在一起，这便是同族之人的荣辱感了。随后楚风等人也是前行，两边的火焰虽保持安全距离，但身后的火焰却不断追来，使得楚风他们只能不断的向前行去。他们走了很远，穿过了这片丛林，越过山川，跨过海洋，而这一路走来都是有着诸多难关与阵法拦在前方。但值得一提的是，根本不用楚风出手，介州他们便破开了所有阵法。不管喜不喜欢这个人，楚风却也都承认介州是有实力的，甚至他的破阵手段还要在白云清与林墨之上。他现在的结界之术是紫龙神袍，也是因为他年龄较小，若是继续成长，成就也是不可限量，甚至完全有能力成为7届圣府未来的门面担当之一。楚风大哥，要不要追上去，一直让那介州显威风？我好事不爽。白云清对楚风说道。别看林氏之人是跟着林墨与灵山，可是这两姐妹却是跟着楚风，以楚风为首是瞻，所以现在实际上的领导者乃是楚风，而楚风似是有意跟在介氏之人后面，所以前方所有阵法都被介州所破，这让介氏族人十分得意，哪怕距离很远，都能听到他们对楚风与白云清的嘲讽之音。这种阵法有何抢的？要破就破那介州破不开的阵法。楚风说道。那万一所有阵法他都能破开呢？白云清有些担心。楚风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自然是害怕介州将所有阵法破开后，众人都觉得的此地就是介州开启，那个时候楚风可真就是有理说不清了。可对此楚风却丝毫不担忧，介州若真有这个本事，那此地也就不会在楚风来到之后才开启。楚风几乎可以确定，此地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破开的，至少介州破不开，楚风依旧以这个速度前行，就是在给介州破阵的时间。可是他们还是看到了介州等人的身影。此时他们身在一片冰雪覆盖的平原之上，风雪漫天，温度极低，而前方一座巨大的冰山拦住了去路。
那冰山之强，哪怕那可怕的火焰，也都随之减退了不少。介州正在想尽办法破解那冰山，可目前来看，却是收效甚微。看，机会不就来了？楚风笑道。楚风此话一出，白云清与林珊等人也是笑了，他们也都看得出来，介州他们是被难住了。这个时候，恰恰是楚风大展身手的机会。只是对于此事，林氏众人却是嗤之以鼻，虽然不敢直接表现出来，可是他们许多人却也如介氏众人一样，根本不相信楚风有那么大的本事。他们也不知道楚风用什么邪门妖法，将他们的两个小姐迷得团团转，竟以这楚风为首是瞻，但他们却也期待楚风出手。毕竟破阵需要真材实料，若是楚风能成，只能说明他们狗眼看人低；若是楚风不能成，那他们也可以开口劝劝他们的两个小姐，莫要再被此人欺骗。此时，楚风等人来到冰山阵法近前，磅礴的阵法正在席卷冰山阵法。是介州，介州仍在全力破阵，可楚风却没有立刻出手，而是站在原地认真观察起来。与此同时，白云清、林珊、林墨也都在观察。我擦，此阵不好破呀！楚风大哥，你可有头绪？一番观察后，白云清看向楚风，他倒不是看不穿这阵法，正是因为看穿了，他才知道此阵有多难破。这阵法乃是连环阵，冰山只是第一重，后面还有阵法，并且后面阵法的力量绝对更强。可第一重已是如此难破，可想而知后面那一重有多难，那简直是令人绝望的。介州乃是紫龙神袍，面对此阵却是无可奈何，并且真不是介州弱，而是这阵法太难。至少认真观察后，白云清觉得他是无法破解的。莫说现在无法破解，就算他突破到紫龙神袍，也同样无法破解。但楚风的手段实在太强，正因如此，他对楚风还是抱有一份期待的。此阵其实很简单，逆向破阵即可。楚风说道。逆向破阵，楚风大哥，你当真的吗？听闻此话，白云清被吓得嘴角都是抖了抖。逆向破阵的确可行，这也是一种破阵手段，但是逆向破阵的难度是正向破阵的3倍不止，而正向破阵的难度都已是如此，逆向破阵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逆向破阵只是应对极为简单的阵法，太难的阵法逆向破阵是不现实的。楚风也知道白云清担心什么，于是道：后面的阵法的确难，但是这表面的一重其实不难。可楚风此话刚出，便有一道轻蔑的笑声响起。是介州，他虽在全力破阵，可却也在悄悄关注楚风等人。听到楚风等人的话后，他才忍不住发出笑声。此时他更是停止催动自己的结界阵法，转而看向了楚风等人。逆向破阵，楚风兄弟，你真的了解此阵吗？逆向破阵可不仅是难度问题，也会激发出这阵法的攻击性。你一个人遭难无所谓，牵连大家这责任，你担负得起吗？介州对楚风问道。这个家伙居然敢在介州少爷面前指指点点，他以为自己是谁啊？依我看他什么都不懂，就是一个滥竽充数的骗子。与此同时，介州身后的众人也是对楚风斥责起来，毕竟他们早就看楚风不顺眼了，何况这种时候楚风还提出了一个在他们眼里近乎荒谬的提议。逆向破阵的确会激发出此阵攻击性，但若是处理得当，也可以完全避免。楚风说道。处理得当，你可知道要有多强的掌控力，才能在逆向破阵时还能处理得当？介州问。我应该可以。楚风说道。听闻此话，介州也是眉头微皱，他没想到楚风居然连这种话都敢说，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莫说他介州不行，当今时代任何界灵师都是不行。在他看来，莫说他们不行，就算是介冉卿大人出关，同样不行。你叫楚风对吧？你快闭上你的嘴巴吧！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乱叫？这里的哪一位不比你强？你能走到这里，都是介州少爷的功劳，你们不过一直在后面坐享其成罢了。有介氏之人对楚风怒斥起来，而这番怒斥也是得到了更多介氏众人的附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楚风嗤之以鼻，甚至面露敌意。可面对这种情况，楚风却是面色不改。先前所破阵法是何水平，你们不清楚吗？楚风反问。是何水平？不管什么水平，也都是你破不开的。你若真有本事，你就试试，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能不能破开此阵。介氏族人纷纷说道。他倒不是真的想看看楚风的本事，他只不过是想看楚风出丑罢了。介州，你也劳累许久，不如休息片刻，让我试试。楚风对介州问。介州微微一笑，这才道：既然楚风兄弟要试，自然可以一试，只是话罢。他却看向身后众人，随我后退。随后他便真的向后方飞掠而去。与此同时，介氏众人也是向后飞掠而去。之所以此举，自然是觉得楚风若真的逆向破阵，会使得那冰山阵法释放攻击性，他们不想被牵连。但在介氏众人后退之际，林墨与林珊还有白云清则仍是站在原地。他们虽然不怕，可是不代表林氏的其他人不怕。墨儿小姐，我们也向后退退吧，万一这位楚风公子他真的逆向破阵，那又怎样？还不待林墨开口，林珊儿便凝声问道。珊儿小姐，我们看林珊儿脸色不对。那位询问之人也是面露难色。诸位不用怕，有我在会保护大家，但你们若真的害怕，也可退到自认为安全之地，这个无妨。林墨儿道。虽然林墨儿开口了，允许众人退去，可是林墨儿与林珊儿都未退去，那些林氏众人却也并未退去。而此时楚风已是来到冰山阵法之前，他直接释放出结界之力。蓝龙神袍看到楚风的结界之力，白云清顿时大喜，而林珊儿与林墨儿还有姚洛同样喜出望外。他们都知道楚风的本事，若现在楚风已是蓝龙神袍，那么也许此阵真的可破。而再看看楚风身旁那没有了光芒的容器，他们似乎明白为何楚风会踏入蓝龙神袍了。介宇，此时介州看向介宇，目光变得无比冷冽。来时路上，他已向介宇询问过关于楚风的事，而根据介宇所说，楚风本是白龙神袍，虽有些本事，可白龙神袍岂能入介州法眼？
这也是为何他根本就不将楚风放在心上的原因。可现在这楚风明明是蓝龙神袍，这与介于所说完全不符。他之前的确是白龙神袍，当日的兄弟都可作证。我也不知他何时踏入的蓝龙神袍，难道说他是在古殿内突破的？你看林默与林珊儿他们的容器都积攒了极为强大的修炼资源，可楚风的却是空空如也，他一定更是用古殿的修炼资源突破的。介于解释道：“你放屁！”介州这句怒骂乃是暗中传音，但却也彰显了他的愤怒。古殿他们来过不知多少次了，修炼资源虽然的确不错，可一次性便积攒突破2重境界的修炼资源，这是不可能的事。就算真的积攒这么多修炼资源，那突破这件事也不是想突破就能突破的。修炼意图并非只是需要修炼资源即可，悟性才是关键。领悟不到突破契机，再多修炼资源也没用。所以在他看来，楚风不可能是在此地突破，而是之前便是蓝龙神袍，只不过这介于以及其他人都被这楚风骗了而已。就在此时，楚风布置的阵法完成，紧接着便催动阵法轰向了那冰山阵法。而楚风这一出手，介州的脸色则是更加难看了。他这阵法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家伙他做了什么？届时其他人也是脸色大变，他们都感觉到了楚风这阵法的威力根本就不是蓝龙神袍，那比介州的阵法还要强大的多，这简直就像是紫龙神袍之上。可是紫龙神袍之上，那不就是金龙神袍了吗？但楚风散发的结界之力明明还只是蓝龙神袍啊！蓝龙神袍怎么可能布置得出堪比紫龙神袍的这阵法呢？就在此时，那冰山阵法隆隆作响，磅礴的结界之力更是欲要破土而出。诸位小心！见此情形，介州赶忙加强他所布置的防御阵法，将介氏众人守在当中。楚风真的逆向破阵，这使得那冰山阵法即将释放攻击性。可是很快，那冰山阵法开始趋于稳定，那阵法内的恐怖力量并未真的释放而出，而在场的都是界灵师，他们都看得出来原因所在。这个楚风，他不仅逆向破阵，竟还真的避免了那阵法内的力量外泄。这家伙是怪物不成？此时，就连介氏众人也是目瞪口呆，尤其女子，他们看楚风的眼神都开始变了。直至此时，他们都意识到，这楚风可不是一个骗子，他好像真的具有可怕的实力。楚风不仅封锁住了冰山阵法内的恐怖力量，在其阵法的覆盖之下，本坚不可摧的冰山阵法也是开始出现裂痕，并且裂痕越来越多。见此情形，介州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这冰山阵法，他尝试破阵许久，却未能成功。楚风刚刚出手，便出现瓦解之势，二者的手段高下立判。此时他只能在心中祈求楚风失败，来保住颜面。然楚风破阵乃是绝对实力，他之祈求怎会有用？震天的轰鸣来自冰山之崩塌，此阵已解，可此阵虽解，冰霜却并未彻底消失，反而彻骨的寒意更加凶猛。一切皆源于前方之路，挡在前方的冰山虽已崩塌，可前方之路却仍是遍布冰霜，寒意正是源自前方，那可不是寻常的冰霜，那乃是无数阵法组成，并且乃是攻杀阵法。此时楚风站在原地未动，而是凝视前方，冰霜散发寒气，与阵法交织，相互辉映间，楚风察觉暗藏玄机，仔细观看，果然发现2字：大碍，大碍。楚风回头看了一眼众人，若有所思，因为楚风全程破阵之时已经给予线索，他早就知道后面会有提示，所以才会认真观察。因此此时雾气之中暗藏的线索，应该只有楚风注意到了，并且当楚风洞穿那信息之后，雾气便开始消散。后人想发现这线索，怕也是没了机会。可如此隐秘的线索，却只是2个字，这让楚风意识到这2个字绝不简单。也许这2个字便是接下来的破阵关键。所谓大爱，便是对众生之爱，可此的没有众生，只有众人，那么也许就与众人有关。这也是为何楚风看了一眼身后众人的原因。诸位，前方道路极其凶险，稍有不慎便会触发攻杀阵法，会有生命凶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你们在此等候，此阵由我一人来破，切记不要追上来，否则后果自负。话罢，楚风便飞身一跃，但楚风并未以直线前行，而是身法诡异，似是在躲避什么，可明明什么都没有。但哪怕如此会影响前行速度，可楚风也是很快消失在了远处，装神弄鬼。看着楚风消失，介州则是一脸不爽，尤其是当他听到7届圣府众小辈对楚风的夸赞后，他的脸色则是更加难看。林氏众人也就算了，此时居然连介氏之中也有人对楚风进行赞美之词，他知道他必须做些什么，于是回头看向介氏众人：诸位，随我动身，破开这隐藏之地。可他此话刚出，便立刻有人道：介州少爷，那个楚风刚刚不是说他一人破阵即可，让我们等在原地吗？听闻此话，介州本就难看的脸色变得愈加难看。原本对他言听计从的介氏之人，此刻竟对他的决定产生了质疑。是楚风，楚风用他的行动改变了介氏众人对他的印象，也动摇了介州在介氏众人心中的地位。你们真的以为那阵法是那楚风所破？刚刚我只是休整片刻，准备全力破阵，并且此次休整之后必然可破此阵。介州对众人说道。所以说介州少爷已是将那阵法破解大半，那楚风不过是捡了便宜。介氏之人问。对此介州没有回答，只是他那表情却已经给予了回答。我就说嘛，那楚风怎么能如此轻易的就破开此阵？原来他只是坐享其成。此时又有不少人开始对楚风辱骂起来，不是他们没脑子，而是他们太过相信介州，毕竟是预言之子，这古殿将因介州而破，这个想法在他们心中已是根深蒂固。此等情况下，又有人恍然大悟，不由问道：所以说那楚风让我们站在此地，是想一人独吞好处，是害怕我们抢先破开这神秘之地？对于询问，介州回答道：前方之路的确具有风险，
可风险也是可破的。你们回头看看，那火焰虽然追赶速度减缓，可却并未停止。我们留在此地是要等死吗？我们来这里可不是要来等死的，我们乃是破开此地的。介州这番话虽然没有明说楚风是要独吞功劳，可却也在暗示众人，楚风就是要独吞好处。这楚风真是卑鄙无耻。于是原本对楚风心生好感的介氏众人再度对楚风怒骂连连。这介州之前也这么无耻的吗？白云清看不下去了，小声问道。一直如此，伪君子罢了，偏偏有人信他，真是愚蠢。林十儿鄙夷的看了一眼介氏众人，你们不劝劝他们吗？我楚风大哥不会无缘无故让我们留在原地，他们若真过去，多半会遭殃。白云清道，他们看不起楚风，死了也是活该。林十儿一脸无所谓，但林墨儿却动了恻隐之心，不由看向介氏这边，高声道，以我了解，楚风公子不像是你们口中那种人，况且诸位观察力皆是不凡，相信也能看到前方道路危险重重，是有生命危险的。我奉劝诸位一句，还是听从楚风公子的话吗？留在原地，莫要因为贪功而葬送性命。林墨儿此话一出，介氏众人也是有所动摇，他们的确观察过了，前方道路给他们的感觉的确是危机四伏。见此情形，介州再度开口，若是此的如此好过，那也便不是古殿，也不会至今无人可以破开此地。可也正因为难，才需要我们来破。若是我们再次退缩，岂不是负了7届圣府对我们的栽培？诸位，咱们可是兄弟姐妹，我介州绝对不会做坑害你们的事。我介州现在就要前行，为我7届圣府而战。你们若信我，便随我同行，这功劳便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若不信我，便继续留在此地，我介州也绝对不会怪罪任何人。介州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可实际上却也是进行了道德绑架，但的确煽动到了介氏众人。于是介氏众人纷纷应声，介州少爷，我们随你同行，我们一起为7届圣府而战。见此情形，介州十分满意，他再度加强守护阵法，但动身之前却是看向了林墨儿。墨儿妹妹，一直以来我都很欣赏你，可今日你竟对一个外人的话言听计从，而忘记了身为7届圣府之人所该背负的责任。倘若今日古殿真被那楚风所破，你对得起那些曾为我们铺路的那些7届圣府的诸位先辈吗？你真的很让我失望。对于介州这番话，林墨儿没有反驳，因为某种角度来说，他也觉得介州说的对，可是他已经因为不信任楚风而吃过一次亏，这种亏他不想再吃第二次。他林墨儿倒是不怕死，可他若动身，林氏之人也都会跟随，他不想害了大家。墨儿小姐，我们真的不前行吗？若是坐以待毙，我怕介州回头会向府内告我们的状。此时林氏之人也有些担忧，不由得对林墨儿询问起来。扛起责任是需要相对应的能力的，如若不然，只是白白送死。我相信府内大人们可以理解我们的决定。林墨儿说道。仔细想一下，林氏众人倒也觉得林墨儿的话非常在理，相比于白白送死，还不如保住性命。见林氏众人真的不打算动身，那介州则是咄咄逼人，再度高声道，诸位，看来今日我7届圣府的荣誉只能由我介氏来守了。而他的这一句话则是让介氏众人在比林墨儿等人的时候，一个个更是热血沸腾。随后在介州带领下，介氏众人便飞掠而出。然而他们刚刚踏入冰霜领域，便有耀眼光芒浮现，滔天杀意轰至，刹那间数道冰霜光柱飞掠而出。不过眨眼之间，介氏众人便皆被困在当中。这一刻，莫说介氏众人，就连介州也是脸色大变，他们都能感受到那困住他们的攻杀阵法有多恐怖。啥情况？明明刚刚楚风动身，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为何此时轮到他们却立刻被封？但回想一下，楚风之前好像是以诡异身法前行的，当时他们还觉得楚风是装神弄鬼故弄玄虚，可是现在想来，难道楚风真的是发现了他们所没有发现的东西，所以才能安然前行？想到这里，介氏众人感觉自己是如此愚蠢，尤其是看着困住自己的阵法，他们恨不得狠抽自己几个耳光。那道道光柱乃是由多个攻杀阵法组成，非常复杂，此时如同牢笼一般，将他们困在当中，并且在逐渐收缩。而那些光柱极其凶险，根本就不能触碰，只要触碰必死无疑。介州少爷，我们现在怎么办啊？此时介氏众人纷纷看向介州，可他们哪里知道介州自己都已经快要吓尿了。但别看自己内心慌得不行，可是介州表面还是强装镇定。别慌，有我在。话罢，介州倒也真的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开始布置阵法。阵起伴随其一声轻喝，他所布置的阵法便向外扩散，融入那光柱之中，想以此减缓光柱收缩的速度。然而阵法刚刚融入，那光柱微微一颤，随后便快速收缩。介州少爷，你这……看到这一幕，介氏众人都是脸色巨变，若不是布阵之人是介州，他们便直接开骂了。这他妈的哪里是破阵，这分明就是想让他们快点死啊！直到此时，众人算是彻底明白了，介州根本就什么都没看明白，他完全就是在瞎扯淡。如若不然，也不会带着他们困在此地，更不会加剧这死亡的步伐。介州，你不是说阵法就是用来破的吗？你这破的是什么啊？我楚风大哥都告诉你们了，叫你们乖乖待在原地。你倒好，你就是不听，非要扛起责任，为7届圣府荣誉而战。嘴上说的好听，说白了就是害怕我楚风大哥破开此地，抢了你的功劳罢了。现在好了，你可真是有责任了，因为你是带着7届圣府这些同辈白白送死啊！此时一道嘲讽的声音响起，乃是白云清。其实白云清之前也是有些忌惮介州的，所以除了替楚风鸣不平的时候，他有些不爽的话也都并没有明说。但是现在不同了，他看得出来介州他们是必死无疑了，所以他倒也是毫不畏惧，直接当众嘲讽起来。偏偏这个时候，介州也是自身难保，白云清的讽刺虽然刺耳，可是他却根本没有心思去反驳，他的所有目光都凝聚在那快速收缩的光柱阵法之上，想要寻求破绽，可他偏偏看不出破绽。小姐，我们怎么办？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此时林氏之人也是对林墨询问起来，那冰霜领域之中蕴藏无数攻杀阵法，封锁住他们的不过是一部分，谁敢保证踏入其中不被困？就算运气好没有被困，可是你们有人能看得穿那阵法吗？能破得开吗？反正我是无能为力。林墨道。他此话一出，那询问之人也都沉默了。那攻杀阵法看着简单，实则极其复杂，比先前楚风破掉的冰山阵法都还要复杂。这阵法的确不是他们可以破的。介州，你快想办法呀！你再不出手，我们都要死了。很少开口的介宇，此时也是催促起来，并且态度非常不善。别催，我正在观察。介州道，观察个屁！你再不破阵，我们都要死了。介宇竟罕见的对介州破口大骂，你放肆！介州怒视介宇，他没想到介宇胆敢这样语气说话。换做平时，面对介州这样的目光，介宇早就吓得不敢抬头，可是今日却是不同，他不仅不怕，反而怒视介州，我放肆，我难道说的不对吗？介州，你根本就不了解此阵，你为了自己预言之子之名，不被楚风打压，你非要强闯此地，自己闯也就算了，还要拉着我们一起进来，要我们陪你一起送死，你狗屁的预言之子，你就是一个爱慕虚荣的自私之人。介宇直接破口大骂，将心中的不爽全部说了出来。换做平时，根本不用介州开口，敢有人这样对介州说话，介州的狗腿子都不会放过介宇。可是眼下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介宇不对，因为介宇所说又何尝不是他们心中所想？平日里他们害怕介州，可现在却不会了，毕竟他们也都快死了。介宇，原来你与楚风也是一伙的，身为7届圣府之人，却勾结外人，今日我就替7届圣府，除了你这叛徒，介州想不到破阵之法，但却也是布阵，那乃是攻杀阵法，还要除掉介宇，废物，破不开阵就拿我出气，来，你来吧，你现在就杀了我。介宇话到此处，还看向林墨等人，墨儿小姐，林氏的兄弟姐妹，你们记住，我介宇是如何死的，我是被这个介州杀死的，他是个废物，带着我们送死。我只是实话实说，他就恼羞成怒，他没有能力破阵，便只能欺负同族兄弟，他不配做预言之子。介州气得咬牙切齿，原本动了杀心的他，听到介宇这样说，反而不好出手了。可就在此时，那光柱剧烈颤动起来，随后有磅礴的冰霜气焰释放而出，那气焰相互交织，最终幻化成了人形模样。虽看不清轮廓，但却也能够大概看出，那乃是一个女子。自相残杀有何用？你们现在倒也并非必死无疑。那冰霜气焰化作的女子，竟可开口说话。大人，我们无意冒犯，还请放我们一马。见此情形，介州如看到救命稻草，赶忙开口求饶。与此同时，被困的其他人也是求饶，但他们的求饶可谓声泪俱下，可比介州有诚意的多了。可那名女子却没有理会他人，而是看向介州，求饶是这么求的，看来你对自己的命也没那么重视。而介州似乎明白了女子意思，随后竟扑通一声跪在了半空之上。大人，晚辈真无冒犯之意，只想带领我7届圣府的兄弟姐妹离开此地，大人还请给我们一次机会，就算要罚，就罚我一个人，放过我族兄弟姐妹。介州跪地说道。哦，你想一个人死，来成全他们？女子问。听闻此话，介州脸色巨变，赶忙开口，大人，我真的无意冒犯，还请大人饶我们一命。你这小鬼真爱面子，事已至此，竟还在嘴硬。我问你，先前的冰山阵法，你真的有破开吗？那女子问。介州脸色难看至极，但却没有说话，他不愿承认。可此时无论他是否承认，大家也都明白了，那冰山阵法这介州根本就没有破开，完全就是楚风自己破的。结果他却要说楚风是占了他的便宜，抢了他的功劳，而偏偏他们还信了介州的话，错怪了人家楚风。想到这里，他们也都觉得自己十分愚蠢，想不到这介州竟如此无耻。此时林氏众人也是议论纷纷，直至此时他们才知道介州是如此卑鄙之人。他平日里所谓的为7届圣府，为兄弟姐妹，都是装的，他为自己才是真的。那位大人，不像是简单阵法，而是具有灵智，并且他给我的感觉深不可测。为何古殿这么久远之地还会有如此存在？难道他是生命体不成？不过相比于其他人，如白云清、林墨儿以及林氏儿等人，却将更多的关注放在了那冰霜幻化而成的女子身上。他们都通过这女子意识到了此地比他们想象的还要不同凡响。此时那女子再度看着介州，再度开口，其实无碍，无论你态度是否诚恳都不重要，因为今日你们能否脱困并不在你，而是在他。那女子说话间，大袖一挥，冰霜气焰冲天而起，随后那冰霜气焰之中竟开始浮现场景，而场景不断变换，是跟随一个人。场景中心一道身影，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人们能够看到楚风快速飞掠，同时不断布阵破阵，尽管只是通过这冰霜观看，可却能够感受得到楚风所身处的环境比他们所在的要危险得多。那场景之内，通天的猛兽，漫天的箭雨，皆是强大的攻势阵法所化，每一道攻杀阵法都可以轻易将他们抹杀，来他们无法破解之阵。可面对那些楚风，却是能够一一应对，虽看着极其凶险，可楚风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巧妙化解。这楚风竟能在这种境地前行，看到这一幕，介氏以及林氏众人皆是难以置信，就连林墨儿也是看得呆住了。虽然早就知道楚风强，却没有想到楚风强到了这种地步，那已是隐藏之地的最后阶段，只要他闯过那一段，便可走出此地。而你们能否活命，全部看他，看他是否愿意回来救你们。女子此话说完，手掌又轻轻扭动了几下，随后对着那映射出楚风画面的冰霜一指，一缕冰霜之气融入其中。惊人的是，那缕冰霜之气竟出现在了楚风所在的场景之中，并且化作成了女子模样。此时，2个冰霜气焰幻化的女子
分别在不同的场景，一个是众人所在的场景，另一个便是楚风所在的场景。当那名女子出现之后，楚风所在的场景，所有攻势立刻停止，而后那名女子便对楚风说明了情况。那女子所说，连他们也是听得清清楚楚。也正因听得清楚，听闻到她说的话后，届时众人一个个面如死灰，他们都觉得自己死定了，因为那女子已与楚风说明了届时众人所处的情况。楚风若是现在回头，可以来救，可是那女子也说了，楚风走后，届时众人对楚风的反应。此时回想起刚刚所言，连届时众人自己都是汗颜。楚风得知必然极为生气，又怎么会救他们？一面是一步之遥便可通过的隐藏之地，一面是生死与自己无关，且对自己敌视，一直说自己风凉话之人，换作是他们，也绝对不会选择后者。可只见楚风对着那女子施以一礼后，便身影一转，竟开始向他们所在的方向飞掠而来。看来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女子淡淡笑道，而他此话说出，那定格的空间再度恢复正常，那些凶猛的攻杀阵法再度向楚风席卷而去。楚风他难道真的要救我们？见到这一幕，连届是众人自己都难以置信。最主要的是，楚风向回赶路，那攻势阵法不仅依旧在攻击他，并且攻势好像还更强了，逆道而行之，所受阻碍更强。但此子有救你们之心，本尊愿于此等候。不过你们莫要高兴得太早，先不说他能否回得来，就算回来，也要看他是否愿意替你们受难才行。那名女子说道，而她所言也是属实。通过那冰霜，所有人都能看到楚风向回飞掠的路程可谓凶险万分。楚风为何还要回来？林珊儿一脸不解，不只是她不解，在场的所有人几乎都是不解。实际上，就连女王大人也是不解。楚风，你干嘛要回去救那些家伙？他们死了不是活该吗？女王大人问。此时的她也是有些心疼，因为此地并不好闯。楚风走到此处也是花费了不少力气，眼看着就要通关，可还要向回赶去，最主要是回时之路竟比来时还难。他也怕楚风出现差池。但我初破冰山阵法，得到提示只有2个字，乃是大爱2字。如今又发生这样的事，我几乎可以确定，若正常破阵，就算我闯过所有关卡，也最多离开此地，而未必能得到好处。可我若将所有人安全带出，则是不同。楚风说道，那你小心一点。女王大人道。对于楚风的决断，他向来相信，所以也不再多劝。随后楚风一路破开重重关卡，并未用太多时间便赶了回来，也是见到了那困住众人的光柱阵法。只是看到这一幕，楚风却有些想笑，这群人简直愚蠢至极，自己明明劝过他们，可他们却是偏偏不听。现在他们这个处境还真是既尴尬又好笑。可是众人却不知楚风心中所想，他们看到楚风归来，宛如看到英雄现世。那被困的届世女子竟有人泪目了，因为此情此景，楚风的出现不就是他们心目中所向往的盖世英雄吗？就连男子们也是一脸惭愧，虽然嘴上没有说，可是他们看楚风是眼神都变了，因为他们通过那冰霜可以看到楚风一路归来有多不易。他们甚至都想不通，楚风为何为了救他们可以如此拼命，明明他们对楚风是那么的不友好。前辈，我回来了，可否放过他们？楚风对那名女子说道，若要救他们，需要你带他们被此阵来困，你当真要救吗？女子问。前辈，我都走到这了，总不能掉头吧？楚风笑道。相比于紧张的众人，楚风表现得风淡云轻，此子果然不同。看着这样的楚风，林默也是心生佩服。其实不仅是他，7届胜府的所有小辈都是心生佩服。那我懂你意思了，既然如此，你便做好准备吧。话罢，女子大袖一挥，下一刻，那封锁众人的阵法散开。虽然众人脱困，可是那散开的阵法却向楚风围去，并且这一次没有停留，封锁住楚风之后，以极快的速度向楚风靠近，就是要快速将楚风抹杀。可楚风则是立刻释放阵法进行应对，将那快速收缩的光柱阵法抗下。紧接着又有一道阵法自体内释放，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那光柱阵法便彻底粉碎，破了。那困住届世众人的阵法，楚风竟如此轻易的便破了。这一幕看得届世众人目瞪口呆，心中更是五味杂陈。那险些要了自己命的阵法，于楚风而言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偏偏他们也能感受得到，楚风布置的破解阵法的确更为强大，这样的实力差距让他们羞愧不已。诸位，你们可以离开了。此时那名女子发出淡淡笑声，随后她身躯散去，竟化作传送之力，覆盖在场的每一个人。下一刻，所有人都回到了古殿的入口处。楚风兄弟，多谢你了。此刻介宇立刻走到楚风近前，对楚风致谢。他之前忌惮介州，连与楚风正常交谈都是不敢，可是现在已经撕破脸皮，他也是无所畏惧了。咱们可是朋友，与我还客气什么？楚风笑了笑，非要说起来，楚风本不想救那些人，但介宇则是不同，就算没有线索，楚风多半会因为介宇来回头救人。楚风公子，实在抱歉，我之前错过怪你了。很快又有一名届世女子跑到楚风近前，一脸惭愧地看着楚风，但她的眼神可不止羞愧，因为脸都是红着的。好家伙，又有人看上你了。女王大人哈哈大笑，她分明记得之前羞辱楚风之事，这名女子也有份，并且十分起劲。可正因如此，这女子此时的态度转变，才让女王大人觉得很是有趣。而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跑到楚风近前，就算没有动身之人，也会对楚风暗中传音，或是表达歉意，或是表示感谢。见到这一幕，那介州的脸色阴沉无比，可他却又不好说什么。若没有刚刚的事情，其实倒还好，可是刚刚的事情发生后，不仅让他成为了跳梁小丑，更是成全了楚风，这让他悔恨无比。于是他冷哼一声，便御空而起，直接离开了此地。而当介州离开后，众人对楚风的感谢则是更加放得开，甚至有人开始拿出宝物送给楚风，以此表示歉意，甚至还有届世女子将自己贴身的宝物都拿了出来。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除了借雨，其实楚风对他们没有任何好感，救他们完全是因为线索，所以对于他们给予的宝物，楚风也是没有丝毫客气，来者不拒，照单全收。而很快，林氏众人竟也是围了上来。楚风公子，是我们之前不懂事，见识有限了，还请你大人有大量，莫要与我们一般见识。林氏众人就像商量好的一样，一同开口，且话落之际一同施礼，那可不是寻常之礼，而是认错的大礼。同辈本不该享受此礼，而对于他们为何道歉，楚风也是心知肚明。虽然他们对林墨言听计从，看似与楚风站在一边，可实际上却是根本看不起楚风的。而后面见识到了楚风的本事，意识到他们乃是狗眼看人低了，所以才会这般无碍。过去的事不用再说，楚风随意的摆了摆手，楚风，你今日在我们7届圣府，可真是一战成名了啊！此时林诗儿跑到楚风近前，甜甜的笑道，楚风公子真棒。姚洛也是跟在后头，与他人不同，这2个丫头是与白云清一样，发自内心的替楚风感到高兴。很快林墨也是走了过来，楚风公子，你破开隐藏之地，可有得到什么好处？林墨问道。他此话一出，原本吵闹的此地竟顿时安静了不少。是啊，那隐藏之地应该是楚风所破，楚风应当得到好处才对。而那隐藏之地如此利奥的，那好处必然也是非同凡响。他们也想知道楚风到底得到了什么。若是直接闯过去，应该会有好处。但我后面不是回来了，而我回来后不是与你们一同出来的。楚风反问，他的言外之意便是我和你们一同传出来的，有没有得到好处？你们没见到吗？难道说你也失败了？林墨儿问。不重要啊。楚风笑着摊了摊手，随后看向白云清，走吧兄弟。话罢，楚风便带着白云清御空而起，离开了此地。见楚风离去，届时众人脸上的惭愧之色更浓。原来他们所有人都失败了，可楚风明明可以成功的，是因为他们才返回，是他们害得楚风失败。一番赶路之后，楚风与白云清回到了自己所休息的宫殿。楚风大哥，你干嘛要回来啊？你明明可以通过隐藏之地的，你都没听到他们怎么说你的，你干嘛要救他们呢？他们根本不配，他们不配，你知道吗？白云清看着楚风，十分不解。其实这种话他已经说了一路了，他是真的生气，生的不是楚风的气，而是生界市众人的气。他是真的觉得那些人不配楚风来救。好了好了，别气了，看看这是什么。此时楚风对着白云清摊开手掌，那掌心有着一道印记。这是看到那印记，白云清脸色立刻变化，因为那印记仔细看来分明就是一道卷轴。而只见楚风将结界之力融入其中，那卷轴印记便从楚风掌心飞出，随后化作一个正常大小的卷轴。我擦，大哥，难道说这是你从隐藏之地得到的好处？看到这卷轴，白云清顿时大喜。正是，楚风笑道，原来你得到了好处啊，所以那隐藏之地你是破了？白云清问。自然是破了，而且不救他们，也许还破不掉。楚风对白云清倒是没有隐瞒，而是将自己破阵以及为何去救界市众人的真相都告知了白云清。原来还有这种事，我说嘛，以大哥你的性格，你怎么会救他们？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救得值，救得值。白云清笑得合不拢嘴，是在替楚风感到高兴，但他也没问为何楚风刚刚却对林墨说没有得到好处，因为白云清也明白这种事情最好是不让7届圣府的人知晓，毕竟此地由他们掌握，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里的好处都是属于他们的。若是让他们知道楚风得到了好处，7届圣府过来讨要这好处的话，楚风也只能上交，否则7届圣府必然不会善罢甘休。楚风大哥，那这卷轴里面是什么？是此地的传承吗？白云清好奇地问道。我看看。楚风说话间也是将卷轴打开，他也没有避讳白云清，反而还特意将卷轴对着白云清，二人一同分享卷轴上的内容。太复杂了，又是谜团，而且这也太难了吧。果然想得到这里的传承没那么容易。一番观察直呼，白云清却是摇了摇头，他感受到了想破解此图的难度，的确很难。楚风也是眉头皱起，他也看得出来这卷轴太难破解了，比他想象的还要难得多，哪怕是他也是毫无头绪，甚至目前来看这卷轴简直无解。楚风大哥，你慢慢看吧，我去修炼了。此次古殿之行收获颇丰，我应该可以突破到紫龙神袍了。白云清说道。去吧。楚风笑了笑，虽说还没有找到足够的生命水晶，但是他与白云清却都有了不菲收获，尤其是他收获更大，至少从目前来看不虚此行。随后白云清便去尝试突破，而楚风则是继续观察。值得一提的是，白云清刚走，楚风发现卷轴上的内容竟然发生了变化，咋回事？难道说这卷轴是在提防白云清？楚风诧异，现在很好破吗？女王大人问。非常好破，简单的超乎想象。楚风道。那就是他只想让你破，你快破，看看到底是什么传承。女王大人道。不是传承，是一个空间世界。楚风道。空间世界是要你进去？女王大人问。应该是的，不管了，我进去看看。楚风说话间便开始尝试破解卷轴，破解之后，卷轴便化作一团传送之力，将楚风包裹住。果然如楚风所料，楚风此时已是离开宫殿，进入了一片空间之中。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空间世界，大地乃是血红之色，一眼望去寸草不生，而虚空之上一轮无比巨大的血月，更是让整个世界都被血红覆盖，诡异阴森，让人感觉极为不舒适。尤其世界四面八方都传来恐怖的声音，似是狂风咆哮，又似厉鬼哀嚎，此地简直宛如地狱。哪怕楚风也是感到不安。破解那卷轴倒是挺容易，但是想在这里寻求机缘似乎很不容易啊。楚风笑着感叹起来，果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怎么会这样？但是很快楚风惊愕地发现自己的身体产生了变化，原本实体的身躯现在竟然变成光芒体。楚风释放精神力观察，发现自己的脸庞也变成了光芒体，
根本就无法辨别出他的模样。此时的他就像是阵法所化，修为也被封锁了。同时，楚风感觉到无形的结界之力进入楚风体内，修武与结界两重境界皆被封锁起来。现在楚风连一点修为都没有了，简直就像是一个废人。此地本就极其凶险，楚风又变成了这个模样，这叫他如何是好？就在楚风不解之际，楚风身旁竟出现了一道传送之力，传送之力快速旋转，很快一道身影也是逐渐浮现，那也是一个光芒体，但能看得出来他也是一个人，怎么又来到这个鬼地方了？此地根本就是无解。那位来到这里之后便发出感叹，语气略显无奈，怎么还有人？但很快那位也是发现了楚风，当看到楚风也在这里之后，他的反应也是十分意外。至于楚风，虽看不到对方模样，可听到他的声音乃是一名女子，并且有了一定年纪。不过眼下楚风更加关注的乃是对方所说的话，听他的语气，他应该不止第一次来到此地了。可是这样的地方为何还有其他人来过？难道说这传承之地是想通的？在另外的地方也有其他人在寻找传承，并且已经寻找到了这个地步。楚风刚想开口询问，可下一刻顿时大惊，蛋情况不对啊！楚风对女王大人叹道，怎么了？听到楚风说情况不对，女王大人顿时担忧起来，我无法与此人说话。楚风本想法与那位询问一些事，可却发现自己无法开口说话，现在他便只能与女王大人进行交流啊，是说不出话吗？听到此话，女王大人悬着的心倒是落下不少，毕竟本来以为是楚风遇到了危险，可现在发现不是危险，自然也就放心了，但还是不解地问道，怎么会这样？可有发现缘由？目前没有发现。楚风说道。此时那名女子也在观察楚风，见楚风没有说话，便不由道，是阵法所化吗？是给我提供帮助的。猜测到这里，那女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总算有些良心了。楚风也不是呆滞之人，就算无法说话也是可以沟通的。于是楚风以手为笔，想在地上写字，以此来与这位女子进行交流。可楚风的手指刚刚在地上写下东西，一个完整的字都没写出来，身体便无法动弹了，好像是有意不让我与其进行交流。楚风又对女王大人道，他觉得是此地的力量察觉到了楚风是想写字，所以控制住了楚风的身体，甚至控制楚风身体，强行将已经写出来的东西毁掉了。而当字被毁掉那一刻，楚风竟然恢复自由，那也太不公平了，凭什么不让你交流，而他却能说话？女王大人有些生气，毕竟看样子那位女子与楚风一样，都是来到此地进行破解传承的，但这样的对待可就是差别对待了。就在此时，天际之上有金光浮现，仔细一看乃是8个大字，二人相争，胜者破阵。相争，搞了一个阵法进来，原来是做我对手。此地已经如此难搞，还给我搞出一个对手，真是越来越过分了。那女子虽嘴上埋怨，可看了一眼楚风后，便快速的向前方跑去。楚风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就连争都不知道怎争，所以只能跟着女子一起跑，看看女子怎么做。喂，你别跟着我啊，要找自己去找，别和我抢。见楚风跟着自己，那女子似是有些恼怒。不过好在楚风虽然被束缚修为，但是现在的体能速度似乎与这女子是相同的，所以就算这女子想甩掉楚风，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甚至楚风还与他并肩同行。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束缚修为的阵法力量太强了，伴随修为增强，楚风现在几乎已经不知道疲惫为何物了。可是现在的他修为被束缚的彻彻底底，就像是一个没有任何修炼的普通人。高强度的跑了片刻后，楚风竟感觉很是疲惫，不仅双腿越来越重，呼吸也是越来越困难，肺部更是快要炸裂一般。这样弱小的感觉倒是让楚风重新找回了当初没有修炼时还是普通人的感觉。而跑着跑着，前方出现了一团金色光芒体，见到那团光芒体，女子跑得明显更加拼命，而楚风也是不敢怠慢，也是全力冲刺。虽然现在任何观察手段都已经无法使用，可凭借经验，楚风也意识到那光芒体内应该是有好东西。可就在快靠近那光芒体之时，女子却是突然低身，一个横扫腿，想将楚风扫倒在地。楚风虽然没了修为，可不代表楚风是个废物，之前的战斗技术还是在的，这样的攻势怎能难住楚风？只见楚风一个侧身空翻，便将女子的攻势躲过，并且还顺势超越了女子，抢先一步来到了那光芒前。刚靠近那光芒，那光芒便进入楚风体内。而此时楚风能感觉到自己无法动弹了，可这光芒的力量正在赋予给楚风，阵法果然厉害。见此情形，那女子立刻掉头向另外一个方向狂奔而去。因为融合力量需要一些时间，而在此期间，楚风的身体都是无法动弹的。所以当楚风恢复自由之时，虽然拥有了比先前强大不少的力量，可却已经没了那女子的踪影，被他跑了。不然你现在应该可以轻易的击败他。女王大人有些可惜的叹道，应该没那么简单。楚风道，那现在怎么办？那女子刚刚是朝那个方向去了，要不要追过去？女王大人问，感觉她很聪明，追过去可能中了她的计谋，还是继续向前？楚风此话说完，便立刻动身，继续向前方飞掠而去。没过多久，楚风又看到了一道红色光团，这红色光团比之前的金色光团大了100倍不止，但楚风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所以并未靠近，而是绕了过去。后面又遇到了多道光团，并且光团的颜色是有区别的。最后楚风发现，金色光团是可以直接融入体内的力量，可以赋予楚风修为。银色光团内没有力量，而是兵器。蓝色光团内也没有力量，但却拥有武技。此时前方又出现了一道红色光团，而眼下随着吞噬的光团越来越多，楚风的力量也是增强了不少，大概拥有了058重的修为。虽然比自己真正的实力那是相差甚远，但比之先前已是强大了许多，并且还拿到了数把趁手的兵器，这样的楚风也是有了不少底气。所以楚风也想试一下那红色光团内究竟有着什么，于是将身后背着的一杆长枪取下，直接射向了那红色光团。
红色光团破碎，化作红色气焰四散开来，同时其中还有金光浮现，那是可以增强修为的力量，并且比之前楚风遇到的金色光团可是要强大的多。可下一刻，怒吼响彻开来，一只长达100米的红色狮子从红色气焰内窜出，张着血盆大口向楚风扑了过来。就知道没那么简单，看到那红色狮子，楚风转身就跑。虽然早有准备，但楚风知道现在的他根本不是这狮子对手。还好，楚风现在已经习得了一个身法武技，所以虽说实力不是很强，但速度还是很快的。并且那狮子没有一直追赶楚风，追赶片刻后便立刻转身，与那红色气焰再度相融，重新恢复成红色光团。而现在，楚风大概已经摸清了此地为什么情况。在这里，楚风自身的修为以及手段都被束缚，想要获得修为以及手段都要减。当然，这种附加在身上的力量都是暂时的，离开此地之后，自然也就会消散，但却是能够战胜那女子的关键。而那女子已经提前知道这些事情，想必现在的她也在快速奔波，四处寻找能够增强自己的力量。突然之间，四面八方便传来一阵轰鸣，轰鸣过后，楚风能听到来自四面八方那40厉鬼哀嚎般的恐怖声音，距离自己仿佛更近了一些。这轰鸣是怎么回事？女王大人问。好像是某种危险正在靠近，看来必须尽快提升自己才行。楚风察觉不对，于是立刻再度动身，继续寻找可以增强自己的光团。而与此同时，界州找到了那名最开始接待楚风的黑发女子，也就是双羽大人。这座宫殿内只有他们2人，并且已经交谈了一些事情。界州少爷，你真要如此对付那楚风？双羽大人问。我只能这样做了，否则我的名声都被他毁了，还请双羽大人务必帮我。界州少爷道。